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包明。这期话题我们说一说中俄领导人互致新年的问候，两国战略合作关系将在2023年进一步发展。新年之际中国领导人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电话交谈。普京表示，俄中关系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。中国领导人也表示，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已经变得是更加的强大和成熟。中俄稳定的战略合作给了全世界那些不想任人宰割的国家一线希望。乌克兰冲突爆发至今俄罗斯遭受了西方的全面的经济制裁和封锁。美国要切断俄罗斯最重要的经济命脉——能源出口。虽然俄罗斯采取了诸多的反击措施，但是在对欧洲出口市场上还是遭受了沉重的打击。特别是北溪管道被英美炸毁了以后，严重的影响了天然气出口和收益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对中国的石油、天然气的出口就成了俄罗斯最重要的续命通道。而且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工业制成品输出国，两国达成货币互换协议之后，俄罗斯的对华能源出口可以用人民币结算，然后直接从中国进口各种生活必需品，这是一项双赢的合作。俄罗斯目前是中国第2大管道天然气供应商和第4大液化天然气供应商。2022年前11个月，通过西伯利亚电力管道向中国输送了138亿立方米的天然气。2022年的11月，俄罗斯还超越沙特阿拉伯，成为中国最大的石油供应商。对中国来说来自俄罗斯的管道天然气是最稳定的能源，而且输送的成本比船运的液化气要低。虽然中俄天然气管道的建立和开通中间也经历了很多艰苦的谈判，建设过程也并不平顺，但是俄乌冲突的爆发，俄罗斯遭受西方全面的制裁，这些情况让这条管道的稳定运行有了很好的保证，对中国是有利的。因此同时符合制造业大国、能源大客户和大国身份的恐怕只有中国了。这让中国在国际能源市场上有了更加重要的地位。当然，能源问题只是中俄关系的一部分，两国更重要的合作关系是彼此保证了对方的军事安全。中俄彼此是最大的邻国，有着数千公里的共同的边境线。中俄之间的和平与安全合作，让彼此都能够把主要的国防资源用在最重要的战略方向上。无论是面临北约东扩问题的俄罗斯，还是面临着台湾问题、南海问题的中国，都具有生死存亡的战略意义。外媒在评论中国关系的时候，都对两国的联合海空演习给予了高度的评价，认为这对于打破美国的霸权、破解美国同时遏制中俄的图谋是极为有利的。相信在2023年，中俄两军之间的联合演习会继续开展下去。对于乌克兰问题冲突的双方实际上都非常希望中国能发挥作用。在乌克兰一方以美国为首，反复的要求中国加入对俄罗斯的制裁和禁运的阵列。当然，这种声浪在2022年的下半年逐渐的消退了，或许是因为美国认识到中国的中立态度非常坚定，是不会动摇的。俄罗斯同样希望中国能出面调停。在12月份梅德韦杰夫访华期间，他曾经表示，俄乌冲突的爆发事出有因，情况也很复杂，但俄方始终愿意和谈平息冲突。但是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很明确，也很坚定。中国外交部门已经反复的表示，中国与这场冲突无关。中国驻法国大使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也曾经表示，不认为中方有办法撮合乌俄双方，因为中国不是冲突的当事方。事实证明，中国保持这样的立场是极为明智的。当前的乌克兰战争还不存在和谈的可能。乌克兰明确的表示，一定要把东部4州和克里米亚完全拿回来，这对俄罗斯来说当然是不可接受的。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12月底再一次强调，把乌克兰去军事化的目标不曾动摇过，目前没有和谈的基础。综上所述我们可以预测，随着中俄两国领导人互致敬意，两国在2023年的能源合作、资源开发、其他经济合作将深入开展。两国在东亚和东北亚方向的海空联合演习、联合巡逻也将成为军事合作的亮点。但是中国不太可能介入乌克兰问题，俄罗斯将在它的东部安全基本得到保证的前提下，动员自身的力量去全力处置乌克兰冲突。好，这期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。